欢迎来到优酷全明星，有请本期主讲人黄景瑜。优酷全明星撕掉标签，展露真我。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黄景瑜。我入行的时间呢比较短，有很多朋友了解我、认识我，但是也有很大部分的朋友不认识我、不了解我。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导演组准备的接彩。你们认识黄景瑜吗？认识。我对他不是很了解。我一同学特别喜欢他。好喜欢他，好喜欢他。你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他的？看那个网剧。他来过中传打球。微博首页还有朋友圈，好多人都在刷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最近特别红。他现在在微博上都9万赞、10万赞的，感觉像是一夜之间突然爆红了一样。他在网剧里面的学生的感觉还真的不错，演技特别好。我觉得黄景瑜是一个很 man 的人，感觉挺阳光的。他小伙牙好萌啊，好喜欢他呀！阳光暖男。我觉得黄景瑜特别帅，那个身材特别好，长得特别帅，我特别喜欢。他好帅啊，我要嫁给他。我祝他以后演艺事业飞黄腾达，得到更多人的喜欢，然后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好。节目组根据接彩给我总结了一个标签——爆款男神。那么下面这个跟大家聊聊这个标签，讲讲我的故事。爆款男神这个标签，我感觉还是比较重的给我，但是我比较愿意扛的。而且爆款这个词吧，我感觉我可能还没到那个份儿上，没有爆款。但是男神我是欣然接受的。所以爆款男神我接受50%。小时候小男神嘛，小时候也算是被大家喜欢。反正我每次跟我妈出去，哎呦，这是我妈、我姥爷、姥姥，多帅，看看。小时候反正每次跟我妈出去嘛，然后我妈看到我朋友啊什么，都会说：“哎呦，这儿子长得真好看啊，有什么大眼睛怎么着？”我那时候以为都是真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根本眼睛就不大，应该是给我妈面子吧。但是小时候还是比较招人喜欢的，因为不哭不闹的，每天性格又好，谁都跟着玩。我是一个就是特别普通的家庭，有个辣妈，然后很普通。我爸是司机，我妈是会计，就是一个很普通工人家庭。从小也算是家庭和睦，比较温暖，没有什么挨过的揍不多，然后也算活得挺开心，挺温暖的吧。小时候性格就是活泼开朗，然后好奇心重，然后什么都想玩，挨揍也是不多，但是也没少挨。小时候淘气，你看那时候刚上小学的时候，东北不是有那个暖气嘛？暖气是需要那个锅炉房，锅炉房是靠什么发热呢？上面烧煤。然后我姥姥家后面就有一个院子放了一个煤山啊，这是我们一冬天要用的煤。我小时候没事在我姥姥家就下楼玩，然后就跟着这些小伙伴一起爬煤堆、爬煤山，结果回家真的就剩俩眼球了，然后新衣服、新鞋都脏的也洗不出来，然后我妈也就是很客气的给了我2下。爬树也不是经常爬，但是也偶尔会爬一爬。翻墙是经常翻，因为有一些那个煤堆那院是被锁起来的，我们要翻墙进。小时候受过伤啊，因为调皮受的伤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我手上就是疤啊，就有一块疤。我小时候爬雪堆，然后跟同学闹，然后前面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警告牌啊，是一个铁片的。然后正好手就戳在上面，结果脚底一滑，人掉下去，就把这块皮给扯下去了，受这样伤。再就是翻墙的时候，可能脚底不稳打滑掉下去了，摔地上跟麻袋一样砰砰的。
但是还好这个身体好，还没摔坏。再就是把衣服裤子全刮破蹭破了。我妈管我不算特别严，但是也没有放任我吧。我妈初期是说服教育，后来我妈应该不知道看的什么书啊，然后书上说要对孩子要国外的赏识教育，没事就夸我，这给我夸的。没事就说我什么都好，我说真感觉自己好，然后结果后来又不争气，然后我妈又第3个阶段就开始打我。其实打我也还好，无非打屁股，然后抽耳光也还好。但是我吧，就是扛揍打我也没什么反应。然后我妈后来就进入了第4阶段，就是属于像让你的崩溃疗法吧。一犯错误就罚我家跪着，一犯错误罚我家跪着。但是我一跪着，我妈还做饭去，然后我就偷看我妈做到第几个菜了，哎呀，我可以歇一会儿。一听我妈那个元气一关，赶紧去再跪下。所以我妈对我的管教也不是特别的严，但是也没有很放任我自由。我小时候我妈可能是希望我能读一所好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做一个文艺青年吧。我觉得我妈应该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妈一直很督促我学习，然后让我学一些特长。小时候让我学那个单簧管啊，然后学些什么书法啊。当然我都拿到了不错的成绩，我书法。我的软笔书法我拿到了当时的是，不是全国第2，就全国第3，我忘了第几了。所以软笔书法还是这个。当然现在都耽误了，软笔书法还是有点功底的，但是就把硬笔给耽误了，所以现在呢写的一般。然后就是学单簧管，我们叫黑管。本来我是喜欢萨克斯，但是我妈说萨克斯学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萨克斯。然后我说喜欢钢琴，我说钢琴太多了，这个单簧管是比较冷门的。然后我就学单簧管了，结果后来单簧管也是普及了，上课基本上，但是会开小差，会讲课看着老师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经常。然后那时候就爱玩嘛，然后一听下边有点什么动静就想出去玩，就没心思听课了。主要是贪玩。小孩都不爱写作业吧？反正我是特别不爱写作业，每天老师一留作业，我就也不是说仇视吧，反正我就心情不太好。然后回家我妈就逼着我看我写作业啊，然后督促我写作业。但是我家呢，我的书桌啊，这是书桌，这是门外边是客厅电视机。我就每天趴在桌上看电视，然后写作业写个2行就给忘了看电视，结果看就困睡着了，第2天就来不及，就赶紧补作业。然后这也是有一段经历吧。再就是暑假作业，我暑假作业都给我写哭过。我上3、4年级暑假作业留太多了，我记得最后是写作文啊，还是写日记啊？暑假一放了1个多月，快2月，让我写60篇日记作文，我1篇都没写。明天后天就开学了，在家给我急的，我让我妈帮我写，我妈说我不能帮你写，急的在家直哭啊！我说这怎么办？我说老师说我怎么办？后来我也想通了，老师说我最后找我妈，找了我妈，然后我妈也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反正最后也是给补齐了嘛，最后也是开学之后给补齐了，也是挨了一顿骂。反正我老师跟我妈特熟。小学老师我从幼儿园还好，上了小学之后，小学老师跟我妈关系特别好，因为总聊天嘛，总跟我妈聊天，然后也经常会单独对我做一些鼓励与指导，所以小学老师现在和小学老师关系也是不错的。到了后来初中嘛，初中老师也会经常跟我妈聊天、打电话什么的，对
价也可以吧。总结下来就是我各个老师跟我妈都是比较熟的。我学的最好的应该是物理，因为物理它上学有很多实验，没事给你电路板啊，给你一些小推车、小钢珠啊，但特别有意思，然后学的也好，考的分也高。对，数学我还是应用题可厉害。我是语文特别头疼，语文经常有很多那个大段的课文啊。那是我没看到课文后面写的什么啊？对，默写什么背诵全文，我真是也头痛。然后那时候有几段小老师经常会让你就是背几段古诗啊，然后背一篇课文啊，然后留成作业。然后如果你这个课文背不下来，就会有惩罚。惩罚什么呢？就不让你上体育课呀，下课不让你出去玩啊。一开始我就不愿意背，我总觉得我背不下来，老师让我背，我读2遍之后，我觉得哎呦太难了，不背。然后老师检查背不下来不让你出去玩，全班可能30-40个人就剩2-3个人，我还在那坐着，我就着急啊，心里我人都在上面玩，我一看这节课再剩20分钟，再不背下来不能出去玩了。然后真的就是小宇宙爆发，基本上5分钟就背下来了。老师快看，背下来我出去玩了。结果下楼基本上那节课也结束了，体育课也没得上了，吃点亏。体育课其实还有很多项目的，什么跳高、跳远、1米向上很多项目，但是我还是喜欢散玩、自由活动，跟同学大家一起就是想玩什么玩什么嘛。哪怕那时候学生心里就是，哪怕你让我在操场上待着，我也比在教室听课舒服嘛，对吧？所以就是更多就是跟大家散玩、瞎聊天儿。吸引归吸引，但是特别吸引，也还行吧，还行。会有一些忠实的粉丝，会经常有人来班级门口看看我啊，然后收到一些小纸条呀，然后。我那人收纸条，我不当回事儿，小女孩写的纸条也不跟我说她是谁啊，光写个纸条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就那个桌子上看纸条，哎，黄景瑜，我怎么看你真的就很，就是看你就是很帅啊，然后感觉特别好什么的，我没当回事儿，我就拿回家放桌上，然后我就出去玩了。我妈看见了，我妈后来问我，我妈后来特别紧张问我，说那个。你最近在学校怎么样？我以为老师又打电话了。我说挺好的最近。我说我啥也没干最近。我说那你跟学校同学之间相处怎么样？我说相处的都不错。我妈说啊，我还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小女同学关系特别好的呀？然后我就想怎么回事？我想谁来我家找我妈了？然后我说可能，我说有啊，我说应该有还是应该没有这个？我说有吧。我妈说你说实话。我说有。我妈说是那个给你写纸条那个吗？我说哎呦，我以为多大事呢。我说纸条，我说是有人给我写纸条，但是我也不知道谁写的。我说他也没告诉他是谁。然后我妈一开始比较担心这个，后来也就习惯了。同学，然后这些我写纸条的、看我的，还有表白的。表白有一特别猛的，我印象特别深的。表白的有，表白的不多。其实上学的时候，女孩比较矜持，对，不太好意思。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有那么一个女孩啊，她是跟我表白，过来跟我说：“黄靖瑜，那个，我喜欢你，然后然后说你跟我好吧。然后我当时我想，我这大小是个小男生是不是？再说我对他其实我就是普通同学关系，没什么感觉。我就看了一眼，
我就走了。但是结果万万没想到，这个他有个哥哥，他哥吧比我大2岁，然后他哥可能身边有几个玩的关系比较好的兄弟，然后长得也比较壮啊。然后有一天放学，我跟同学聊天，我走回家了。然后一到门口，我就看到对面站了那3、5大汉，我就感觉情况不是很好，我就假装看不见，哎呀。然后后面叫住我了，黄景瑜。啊，越喊我走得越快，越喊走得越快，结果后来被人拍了一把，哎，部长。然后呢，叫你听不见，我说哎呦，我就着急回家，我真没听见。然后来，你过来，我们跟你聊聊天。然后也是很不情愿的，就把我拉到了一个人不太多的小墙角。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愉快的聊天嘛。你就是黄景瑜啊？我来师傅。人多呀，你这客气点啊，要不然话没说，你这不合适了，是不是？然后我说对，师傅。他说听说你怎么着，我这能爆粗口吗？不行是吧？这听说你挺牛啊啊！我说我属猴的。然后结果属猴没想到挨一巴掌。哎，现在还不老实？现在听说你挺牛啊！我说我怎么着了？他说我有个妹妹啊，就是特别喜欢你，但是听说你不太愿意理她。我说想着因为这个事儿。我说是啊，是啊。我说不是，我说可能就是我说我这个年纪也小，而且我的经历也少，上学嘛，同学关系好好相处嘛。我说这样不合适啊。然后。反正最后也是被稍微一些小威胁嘛，但是我想我堂一东北大汉，我被你们3、5个人堵在墙角，逼我，哎呦，我当时心里特别不爽，但是这个火都到嗓子眼了，也不敢发出来了。对，您说的对，是，好不容易给我放走回家了。哎呀，这也是个难忘的结果，其实也没什么结果，从此以后后来他就毕业了，比我大，毕业了，然后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对我心里也是留下了一段不太好的阴影。做出决定啊，当时其实决定权都不在我，决定权是我爸。我爸是希望，那时候是后来学的那个空乘嘛，空乘就是那个男的那个飞机上那个啊，不是空乘。空保，安全保卫员应该。那时候觉得上飞机、开飞机、能上飞机就特别帅的事儿，在我这个年纪，然后就感觉特别想上飞机嘛。然后，但是也不是我想去学的，我爸让我去学。我爸也说说让我去学那个，我就听话我去学了。然后后来本来其实我是应该。我感觉我这个条件是应该能上飞机的，但是后来因为上飞机有个最高的那个身高标准是，当时是183还是185，但是我超了一点点，我超了1厘米2厘米，结果就没上去，学费也白交了，他也不在。我们的科目都有什么？我们是英语、韩语，然后礼仪、形体，还有什么课？大概这些科目嘛，然后那时候学一些那个形体，因为那个空保会穿衬衫嘛，然后一些捡东西怎么样，不能弯腰捡，所以你一定要蹲下捡，这样衬衫不会被拉出来。还有一些叫尊称啊什么的，好玩的事儿还真没有。我这么插着口袋，会不会被人家说不尊重啊？但是我手没地儿放，也没个凳子坐，我这么放哪儿去呢？后来嘛，就也没钱嘛，然后也需要赚钱生活嘛。然后小时候也是家里也没钱，但是我也不爱跟家里要。然
然后自己出去找工作，然后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说这个服务员呐，然后当服务员有什么好玩的经历啊？我记得当服务员印象最深的就是，别人放假我也上班，别人上学我也上班，对吧？然后有一次我是在那儿干嘛来着？反正在下午在那儿上班呢，待着呢。我们门口有一个篮球场，然后我就看那个朋友在打篮球，就20米距离，然后我也想去玩，但是就我一个人，我还出不去，就心里特别着急，特别着急。反正也是很不愉快，但是后来想，那也没办法呀，你得忍着呀，所以就还是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在那边。再后来又做什么工作？后来餐厅做工作，有一次好像是一个来了一帮大学生，他们是什么聚会啊？毕业也不怎么着，是什么东西聚会？然后一帮大学生吃喝，剩下了很多啤酒。然后我们收东西，我本身我也爱喝，我们3个人收东西，我一看1箱开了都没喝，我说一般咱们这样的怎么处理啊？他说要么就喝了，要么倒。我说倒了太浪费，我说要不咱就喝了吧。他们说那也行，反正晚上了嘛，晚上那都12点1点，我们该下班了。我说那就喝吧。本来想赶紧说完，然后下班回家的，然后想那酒也别浪费了，上冰箱里拿点凉菜出来。我们3个人就在那喝，但是酒量也不好，三个小伙，1箱可能刚喝完就都醉倒，都睡那儿了。第2天老板来真的骂呀，让你们干活让你在这喝酒吧，扣工资，扣了我那好几百块钱那次好像。哎，那个小伙来帮我拿个酒。哎，那个小伙不是他来帮我上菜。每天这种事儿比较多，然后也有些找麻烦的，就是可能就说话找麻烦，然后发贱那种事儿，我一般都就躲掉，就绕开了。更多的其实现在人与人之间还是比较和谐的啊。我之前还有工作挺有趣的，就是在山上工作，冬天嘛，然后山上也没暖气，东北那冬天零下20-30度的，然后我们在山上就特别冷，在外边晃特别冷。太冷了怎么办呢？地上冬天草都枯了嘛，我们就拔那个干草，挖个坑，埋了一堆干草进去，点着了在旁边取暖。结果火势太旺，再加上来了点风，就把旁边的那堆草给点着了。结果一吹风，那个火是蔓延特别快的，一阵风就瞬间一片就全部都着了。我们这一想，这我们在山坡下边，火是往上着的嘛，再着，这半边山基本上就没了。我想那我们肯定也好不了，所以我们就一帮人也没水，只能拿着衣服拿手去扑火，到最后还是把火给扑灭了吧，也算是没给国家造成损失。东北人他年长的都不会很嫉妒你，嫉妒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啊，那时候整天干活，脸上脏兮兮的，也没有多晒。反正我那时候不管是哥哥呀，还是说年纪再大点的叔叔啊，这样对我们还是特别照顾，因为我们也是小孩嘛，他们看着这些小孩也是也算是心疼怎么着，反正对我们还算不错。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收获了首先是一部分工资，然后再就是一些经历吧，这个可能是小部分人有的经历，然后工作经验，然后一些跟别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再就一些人生道理，这都是大方向的东西。细节嘛，最受用的还是一个观念，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说这个，说人这一辈子，人这一生啊，没有什么低谷低潮，也没有什么惨的时候。所有这些经历都是你人生路上是不一样的精彩，都是不同方面的精彩。所以总体来说，人生还是精彩的，只是不同方式的。然后在这些工作之后呢，我有一些经验，然后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机缘巧合之下，然后我就慢慢涉足到这个模特的行业，也是为我现在的工作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吧。
我不是直接去上海，我之前我是在老家走过很多城市，比如说我是东北人嘛，辽宁几大城市，沈阳、大连都去，也去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因为你去了大城市，就想到更大的城市嘛，然后我就看到了上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繁荣的地方，就特别想去，然后攒钱，攒了大概3000块钱不到，3000多块钱，然后去到那个买了张火车票。我记得我家到上海好像是30个钟头的火车啊，然后买了个火车票，坐火车去上海了。这一路各种脚臭味儿，各种咸菜味儿，给我熏得也够呛的。然后到了上海之后，其实一开始不是做模特，一开始我是做的是一个电台的，我们说好听的是编辑，但是其实就是一个打杂，然后接电话，然后做了一个汽车栏目。那时候每天工作时间比较短，每天可能，我们是下午上班，一天就上个3、4个小时，节目1个小时，前后准备，写稿子，大概3、4个小时，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工作结束就剩下很多时间嘛，我应该讲讲工作。工作没什么好讲的。然后工作结束剩下很多时间，你这一天就上3、4个小时班，剩下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那时候工资也很低，也很难养活自己。然后就开始也认识些朋友嘛。然后有一天跟朋友吃饭，他们就说，哎，你个儿这么高，然后长得也不丑，说你去做模特吧。说我认识那个模特经纪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去试一试。然后模特，我之前也没怎么想过模特，但是我觉得我也能当能干。我说行啊，介绍一下，然后认识了之后，因为模特你们不知道，模特是需要那个像我这种没公司的野模啊，是需要出去面试的。所有工作你都需要跑面试的，每天那个经纪人会给你发很多通告，然后就是什么地方、什么工作、什么要求，然后每天会收到个可能多了收到7、8个，少了可能收到1、2个，每天就查地图，然后挤地铁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很多人去面试，给客户一个个看，一个个走啊，试衣服呀，然后拍照啊，就这些。然后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模特，然后一开始是走秀嘛，T台，各种发布会啊、时装周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外边什么开业啊，叫模特去走秀，就是这种工作基本上。到后来慢慢的发现自己长得好看，就去开始拍东西。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拍东西是拍一个网站，叫什么网站我也忘了，是那个他们也是类似这个淘宝一个性质，是拍衣服。我记得那时候去拍，好像是一件衣服是6块钱啊，5、6块钱。然后就那个其实收入很高了，对我来说，我最快大概我一天1下午吧，我能拍300件衬衫。但是拍衬衫，其实拍衣服啊，这个量大有点什么不好。如果你拍 T 恤衫，你就会肩膀啊，然后这个脸上一直要补妆，因为一直脱嘛。如果你拍这个衬衫，一个衬衫那么10来个扣子，一直解扣子，然后就把手指尖全磨成那个血泡，然后这脖子全都蹭的都是那种擦伤一样的东西。然后做这些工作，其实这个当时来说收入还不错。你想一件6块钱，300件，361000多块钱一天，不少了吧？慢慢后来又接触到了其他的，比如这些广告，就拍了有一些饮料的呀，然后有一些汽车呀，还有一些服饰的广告。现在我出门还能看到一些广告，就是也是我放的。但是拍东西之后，就是收入又更多了一点。可能那时候一天赚1000多块钱，后来一天几千块，然后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收入。但是，其实收入也不是很稳定，因为虽然是一天几千块，但是平均下来嘛，我不是每天都有工作，我可能一个月只有
1周有工作，或者可能最不好的是1个月都没工作，所以1个月没钱赚，还要付房租啊，还要路费啊，吃饭啊，偶尔跟朋友聚个会啊，也没攒下什么钱。后来，然后就后来拍广告嘛，广告钱就更多，怎么跟钱过不去了这一会儿？对，然后就是，反正拍广告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视频的，有一些动态的东西，然后有一些在镜头前的表现的东西，也算是打下基础了吧。我还做过那个 cosplay， 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动漫展啊，上海的动漫展，扛一大刀。我还做过那个水果忍者里面的忍者，切水果里面那个忍者，扮过。因为我这个生活就是不断的适应嘛，你不需要有什么不适应的东西，就是不断有新的东西、新的元素加进来，你就慢慢的去把它吸收到心里来。但是我觉得这些工作经历还是交下了一些朋友，然后认清了一些，也是看到一些人情冷暖嘛，然后也看到了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呀、现状，然后自己也懂了一些可能这个年纪不会懂的、不会知道、接触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种现在模特行业也是很多这种事儿，比如说我们做工作每天就是赚那1800块钱嘛，但是这些人就是1800块钱他也拖着不给你，有的拖可能拖个几个月，有的可能拖人就拖没了。然后我们也是很无奈，也找不到，也没办法。我记得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拍一个服装去广州，然后我从上海飞到广州去，那次是要拍个70、80套衣服嘛。飞到广州之后就开始拍了一半了，然后那边老板打电话说不用拍了，说你这效果不好，因为我有点壮，那时候衣服穿我身上都是袖子就很短，他们说不用你拍了。我想那不用拍了就不用拍了呗，那就算了呗。我说那你把前面拍的钱给我。他说你照片我们用不了，我给你什么钱呢？我说你照片用不了，我又不是没拍。他说那你拍了没用，我给你什么钱呢？我说你用不用你的事儿，你该给我钱的给我钱。是这个道理吧？对吧？你照片在你相机里，你不用你，我付出劳动了嘛，我还大上海飞过来的。后来他也是，反正也怪我尺码报的不好，尺码没报对。到最后也是拖了很久嘛，我也很生气。然后数目我觉得也不小，然后也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们给了我一个安慰奖。给了那次反正很惨，那次因为正好赶上那个广州的广交会，我提前在手机上订的酒店，我打电话过去人说不好意思满房了，我说我订好了，他们说对啊，但是我们满房了，那天就找不到地方住，那天就所有的酒店全部都满房，要么就是价格可能翻个300块的翻到2000块，翻很夸张，然后又没朋友。当时就感觉特别无助啊，因为这广州也是第一次来，然后自己拎个包，穿个大裤衩在街上晃，到处订酒店订不到，然后去人家酒店去前台问也没房间。哎呦，我这就上火，怎么办呢？但是那么上火的时候，我还是果断的吃了碗肠粉，找了碗。我记得你们广州是什么好吃吗？他们说广州肠粉好吃，我找了一个特别就是破的，一看就是当地的馆子，我就吃了碗肠粉。吃肠粉，我在那时候群里跟朋友聊天，你说我这个点子啊，来一趟广州，钱没赚着，住地方都没有。然后还好我朋友在广州还有个亲戚，那天是他跟他亲戚打了个招呼，我就在人家借宿了一晚，然后第二天我就飞回上海。从那儿也是长了个吃一堑长一智嘛。从那以后去哪儿都先订酒店，真确定？喂，我能住吗？好。这时候已经瘦很多了。其实我以前是真的是，因为我健身练得比较早，我想想，我大概刚上初一，
也是朋友带我去的，说我们去健身嘛。因为什么去健身呢？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东北都会出去洗澡嘛，然后我们有一个搓澡的大哥身材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很羡慕大哥身材这么好，搓澡练出来的吗？大哥说不是，我是有健身的习惯。然后我们就3个人就跟着大哥去了他当时健身的那个健身房，我们就开始锻炼，就是开始了这个健身的生涯。然后到后来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呢，基本上就每天练，没事儿就去健身房待着，没事儿就健身房待着。然后我们健身房也是像个大家庭一样，然后大家没事在那儿吃吃喝喝呀，看看电影啊，闲下来健健身。然后那时候就练得比较壮，然后后来我有一段时间把胳膊练得太粗了，我感觉侧面照相的时候胳膊就和脸一样宽，脸多宽胳膊就多宽。然后后来衣服就穿不上了。那时候我记得我最开始我穿 M 码的衣服，穿上就是很合身嘛。后来练就要穿 L 的，穿 L 的再买就感觉 L 的特别紧，穿上就像那个要去哪儿健身教练一样穿上。然后再后来就又大了1码，然后养成这个习惯，再往后就接触到，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这个格雷西柔术的宣传视频嘛。然后我就看这几个老外特别能打，我就感觉他这个攻击方式和咱们普通接触的不一样，他不像拳击啊、散打呀是拳打脚踢型的，泰拳啊都是很猛啊。他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还是比较收敛的、比较文艺的、比较艺术的一个格斗技嘛。然后接触到这个柔术。柔术是主要它是靠一些体位的控制，靠一些对，然后靠一些窒息呀，靠一些窒息呀，然后靠一些反关节的技术啊来降服对手。然后我就对这个就特别感兴趣，然后那时候在家就不断的搜视频，搜那种教学视频，但是因为这个进中国进的比较晚，而且很难看到这些视频，但是我就一个视频可能看个几10遍啊，一直学那动作，然后就拉我同学回来陪我练2下，然后一直练。但是后来慢慢的就带起来了这个周边的人，他们感觉也蛮好的，大家一起练。后来就找到了当地的这个组织嘛，但是也是不是很专业的柔术组织，但是大家都是通过在网络上的一个学习之后，拿到实践中互相对打的，练了一段时间，然后体力也不错，然后再后来慢慢就到了这个比较专业的柔术馆嘛。我刚去我感觉自己特厉害嘛，因为我们那边我谁也打不过，我感觉我可厉害了，来这根本就不服。教练，我说教练我想来上课。教练说那个你先报个名，然后怎么着买道服啊什么一系列下来。教练说你以前学过吗？哼，没学过。然后就开始第一次的和这个比较专业的柔术运动员开始练习，但是那一场打的我真的就是对这项运动有了一个改观嘛。因为我之前觉得我很厉害，我所有动作都会，而且我也打掉过很多人，但是那一次打的我真是心服口服，就是你没有什么还手的能力，而且我们教练是一个很瘦啊，他大概只有60公斤啊，你像我80公斤，他比我差40斤啊，他打我打得很容易，然后我也感觉没有什么面子嘛，反正之前说没学过也不害怕，然后就对这个就更上瘾了，就更感兴趣了。我觉得因为那么瘦小的人他打我还有一定基础的，都这么轻松，然后我就开始真的是潜下心来就一直练习，然后就不去健身了，就开始彻底的是学习柔术了。当然这个也不会让你身上有很大的块儿，也不会有很顺的线条，但是对你这个比如说持久力啊、爆发力会有很好的这个练习嘛。所以现在问我如何保持身材，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去刻意的控制饮食啊，去怎么故意减肥啊，都没有，都是因为有一个运动的习惯。因为所有运动的人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身材嘛，这就是运动对你带来的最大最满意的答复嘛，给你的回馈。
有想过就做一个专职的这个柔术运动员嘛。但是其实这个专职柔术运动员，其实他们要付出很多，他们首先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一天8个钟头最起码吧，早上起来开始练，中午练，晚上练。有好多这种柔术运动员，他们就睡在那个柔术馆里，买了一个睡袋，然后早上醒来开始练，练完之后累了睡一会儿，然后晚上练，练完就睡在睡袋里边。但是柔术不像拳击啊，它打比赛有很多奖金，柔术是没奖金的。所以呢，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很苦的啊，专门还是坚持练柔术的这些人，然后生活过得也不好，因为也没有什么组织会赞助啊、支持啊这项运动。所以因为我还要生活嘛，没办法把全部的时间放在这上面，但是我也愿意把它当成一个半职业，哪怕是爱好，我也愿意去坚持下去，因为毕竟爱好嘛。超哥真的是，超哥很给力的，真的。一开始是那个520那天，超哥发了一篇微博，说什么那个你喜欢谁？反正超哥是说要帮大家做表白的这么一个东西。一开始我没看到，但是有很多粉丝在里面帮我表白嘛，行。然后我想，哎呦，我想确实应该表白一下嘛。然后我就在超哥的评论下面我留了一条，我就艾特了一下超哥，但是万万没想到，超哥竟然回复我了。超哥发了一个微博艾特了我，当时看到我也是真的是，我配了个表情嘛，很激动啊，因为这个感觉突然距离近了好多啊，我这个很喜欢的人他竟然真的看到了我对他说的东西，对吧？也真的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他的回复，当时就是很激动，很紧张，所以我也理解了你们的心情，真的很开心，让我开心了好几天。然后后来我就回了这一条，因为我看超哥他们跑男4名牌嘛，我觉得柔术是一个特别适合4名牌的运动。其实这图我是想搞笑一下，就是这个图，这是我一个一起训练的伙伴，但是很不好意思把他 P 成了哈雷奇。他还发微信问我，你怎么把我 P 成狗了？然后我就发了这个图给超哥，也是希望有机会能教超哥一招半式的，让他在跑男4名牌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嘛。然后后来超哥那天我发了一个穿一个皮马甲的那个，超哥又给我回复了。当时我的心情就像什么呢？真的上天了。当时我想大叫。然后我也是很开心，然后我还不会 P 图，我叫朋友帮我 P 了一个我文超哥的同款。超哥真的是特别给力，我也很开心，我这么喜欢的人能回复我。对啊。这个动作，哎呦，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就是我就想搞笑一下，这个动作其实不太适合撕，如果真的要撕的话。你们来个人给我撕，来，小铮铮。岁数大了，得不了手。正面对峙的时候，因为我大家看来他们就要这么勾，很难勾到，所以呢，我就教大家一个，你对峙做出一个对峙的样子，这样，如果对峙的时候。你看，我们如果一下抢手抢到了左手之后，不会拉下来，直接手扣住他的这个大臂后侧往前拽，我完整先做一下。如果再抢扣住之后，直接拉到后面。就是这个的要领是你要把你的体重勾在你的这只手上，然后把这只手勾在他的大臂上，然后往前拉，自己往前上步。上步之后到了背后呢？你到了背后是不是你可以这么扣住他？那我能不能反击呢？扣住他，你可以反击啊，可以反击。
我不玩了，我不玩。到了这个位置，我感觉就是可能撕棉花方便一些啊。你想怎么撕，想跳着撕，比个腋下撕都可以。谢谢，谢谢。你们要做的不是去跟这个坏人对抗，你们要做的是远离危险，你懂吗？比如说是如何去远离这个危险的环境，比如说有的地方你能让它危险，它很容易发生危险，咱们就不要去，啊，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朋友出去聚会去玩，如果会喝点酒，如果有点晕了，那就不要喝；如果没有什么相信的人，那就不要继续下去，把这个危险去让它拒之门外，不让它接近你。但是如果危险降临的时候，但是我现在教你也没什么用了，因为大家到时肯定会手忙脚乱，所以我就要告诉你们一个什么呢？要冷静。首先要，虽然很紧张，但是你要尽量让心跳缓下来，然后去仔细思考当时的情况。其实女孩子，我觉得如果遇到危险，你们对抗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虽然我可以讲你们一些技术啊，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最好还是冷静下来，如何看看能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或者是对，或者是通过最小的代价去摆脱这个危险。对，所以的一切的基础还是远离危险，不让危险靠近我们。那时候真没什么粉丝，那时候有点微博粉丝，那时候微博可能有个那时候微博有个5、6千的粉丝好像，但是做模特的时候还是没有说，也没什么人认识嘛，对，也没什么粉丝为我做什么东西。对，那时候做的就是虽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还可以，自己也算是每天活得也挺开心的，也挺自由的，想干嘛干嘛。然后虽然钱不多，但是也够花，就是反正过得开心嘛。开心的时候就不会想很多要做别的事情嘛。上一个环节我要跟你们讲，我还有个事没讲。如果遇到危险应该怎么办啊？我遇到过一次是什么？我遇到过一次是我跟我朋友出去那个逛街，碰到小偷了。小偷把他的手机给偷了，但是我就正好就被我看见了，就我旁边我就看见了。然后我们就回头去追小偷嘛，追了很远很远。然后小偷在前面一边看一边跑，我在后边追，然后就追到了一个就是小胡同里嘛。这时候危险就来了呀，有人从哪儿一下窜出来3、5个人，砰！那个眼神看着我，想让他追我，怎么样？追着了吧？来吧！然后他们就拿出了凶器，我当时一看，哎呦！我当时一看，我身为一个硬汉，我不能退缩，我不能退缩。然后我还是对峙了一下，我说：“你把手机还给我。”然后他们就拿着刀就过来，我一看情况不对，撒腿就跑。所以说尽量远离危险，不要去自己自投罗网嘛。遇到拖债情况，我觉得，我还是想刘真，我选谁都不是。因为这个教你几个比较实用的吧，但是这个你就是如果真有情况用，但是平时尽量还是不要去跟朋友之间尝试啊。如果比如说他比我高一点，我这么高，他过来拖拽我，是不是？然后他拽我，一直拉啊跟我走，我说我不走，他一直拽，这时候你就可以冲上去，直接用你的手掌下面往上顶他的鼻子。我不拽了啊，就是他拉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就嘣一下，因为这个会你先别走，这个会让鼻子瞬间就酸掉嘛，酸掉流眼泪，他会可能大概有个7、8秒的时间是没法反抗的。如果他鼻子酸了，他一只手捂着鼻子，还是死活不松开你，还是打不开的时候，你可以用他，比如说他拉这只手，你可以用另外一只手的这部分的骨头去磕他的这个角度小的地方，你往后拉的时候磕他的手，然后就开始跑。你也可以磕完之后给他一脚再跑。啊，对，其实类似这种的小技巧嘛，你们也可以
对，如果男人你够也够不到，你也可以就是踢裆啊什么的，就是关键时刻真的救命的招啊！就是这个训练柔术，它不仅是可以让你有个好的身材，然后让你有一个好的意识，它也可以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保护自己。其实不光柔术，如果你们有的觉得不喜欢，你也可以学一些拳击呀，是吧？一些什么和气道啊，什么这些跆拳道这些东西，又可以塑形，然后关键时刻又可以帮助自己保护自己一下，对吧？大家有一个运动的方式，有一个这种格斗技的爱好，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然后到了后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就走上这个演员这条路，就去做了演员。然后这也是我事业上也好，人生上也好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被大家所认识、所喜欢。演戏的事情是，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家，突然有一朋友发微信问我说：“哎，你想不想拍戏啊？”我说可以啊。他们说你要拍戏，北京现在有个剧组招演员，他们希望你能去面试一下。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骗子，让我上北京。然后后来我就仔细打听了一下，好像是真有那么回事，然后我就去了嘛，人家也是比较满意，然后就比较顺利的当上了演员，然后就后来大家就都知道了，然后就开始做活动啊，开始拍一些杂志啊，让更多的人认识我，然后就到了今天开始录优酷全明星。一开始我想还是应该有压力，因为他们都是科班，就我不是科班，如果演起戏来，我怕演得不好啊，或者是那个 NG 次数太多呀，就会有压力嘛。但后来我又换了个想法，我想他们都是科班，就我不是科班，那我还有什么压力，对不对？那我就正常演就好了嘛，反正我演坏了，别人也不会怪我，他不是科班的。所以后来压力有一点，但是不是很大，还是比较放松、比较自然的，就是比较随性嘛。有时候又比较感性，但是又有个比较爱自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可能对生活的态度也是比较随性的吧。因为我可能跟我演的角色的性格方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比如说这种帮朋友出头啊什么的，我还是会做这种事儿的。为朋友打架，有过一次，那时候我是想为什么？我说放学回家，我家旁边有一个小胡同，比较黑，但是那天里边就特别多的人。我放学回家路上路过的时候，我就看，哎，人这么多，我就好奇，我进去看，我看怎么回事，然后我看这边好像是有个15、16个人嘛，然后围着一个人，我一看人是我同学，但是还不是很熟吧，但是他认识我，我认识他，我是同学。然后我就问我说怎么了呀？我说他们好像是放学不让我回家要打我。我说那不行，我说你们人也太多了，咋的？我说不行，我说我就拉我同学，我说走，我说你们这太欺负人了，我哪有10几个人打一个的？结果就变成了10几个人打2个。哎呀，这也是打2个总比打1个好嘛。不是说让你们碰到，比如说路上，比如说有什么无缘无故打人呐，有小偷，你们上去抓，因为这个也不是每个人他都能做到的，搞不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希望的是大家能去帮助身边的人，多伸伸援助的手，对吧？比如说老人、孩子、这种残疾人什么的，能帮个忙也帮个忙，哪怕是拎个东西帮他指个路啊，扶供，很简单的小事儿。但是我感觉会让这个社会变得和谐很多。其实我妈妈对我做演员，她没什么表示，她也没说“哎呦，儿子，我一定支持你做演员”，她也没说“儿子，你不能做演员”。我妈是，我做模特，我妈就说模特好；我做演员，我妈说演员好，对吧？我就是家人是我这个也是坚实的后盾嘛，他会永远支持你，只要你不违法乱纪，我支持你的选择。终身大事这件事儿的话，跟做不做演员没什么关系，对吧？你不做演员，你找不到对象还是找不到对象。
啊，你做了演员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分开看，把演员和这个终身大事分开看，就是对的时间总会遇到那么一个对的人，感觉到了嘛，那别人拦着我，我也得接呀，对吧？就希望找的就是，希望找的还是首要是孝顺，你要对我爸妈、对你的父母、我的家里的老人，首先你要好，有耐心，你要能孝敬他们，然后就是在我这方面，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我们能聊得来，然后尽量避免去争吵，然后互相能理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其他的真就是看时间看缘分。一般情况下会是主动出击，如果有特殊情况，对方特别强势的话，我出击都不敢的话，那可能会默默先喜欢一下。做了演员之后呢，不仅是我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给我的生活上带来了特别大的变化。一开始受关注，我是突然有一天微博上突然有了3000多条评论啊，给我吓一跳。我也想3000多条评论，我以前评论大概就3条。我想有好多人就是知道我了嘛，然后开始给我评论了。再到后来就是到了这个机场啊，会有人来送我坐飞机。以前都是一个人，到现在有很多人送我，也是很开心嘛。就是这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发现自己可能被很多人关注认识了，然后也有很多路人，他们会好奇，他们看着很多人跟着我拍照，他们也拿着手机过来，哎，这是谁呀？这是谁呀？可能说了之后，他们就搜一下，就是认识了更多人认识我嘛。第一次被粉丝认出来是我好像是买衣服啊，反正我在商场买东西，然后突然有个人说，哎，你是那个黄，我是景瑜。对，黄景瑜。他说啊，你在买东西，我就简单的说了几句。当时心情还是，有点很开心，然后很兴奋，但是我不表现出来，我憋着。他跟我说，你说黄景瑜？我说对，是我，好，拜拜。回头之后自己笑得不行。刚开始很多，刚开始我坐车回家，后面或者去酒店去活动，后面最多好像看到过6、7台车。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跟我的，第一次之后才知道那是跟车的。然后一开始我还觉得没什么，我觉得就大家喜欢嘛，你去哪儿大家看看你嘛，拍拍照打打招呼很正常。到后来慢慢演变成，到哪儿都跟。后来我有一次回家那天那个司机就开得比较猛，我这台车的司机开得特别猛，好像就激怒了后面车的司机，然后后面车就做出了一些比较偏激的行为，比如说上来别车呀，然后就过来下车拦着我们不让走啊，做出一些这些事儿。这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首先还是理智追星吧，因为这个你们就算你们不对我的这个安全负责任，你们要对自己安全负责任吧。他们开车开得很猛，而且车又破，然后安全系数都不是很高，又没有气囊，因为不系安全带，开那么快，你说一旦没事最好，一旦你说追尾都是小事，一旦拐弯拐急了翻车了怎么着了，你说我怎么跟你们家长交代？我们孩子是跟着你翻车了，那你是不是得给我们孩子负责任，对不对？这就是大家也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而且我也不希望我每次我的，比如说到家了，私生活受到了过多的关注吧，对吧？还是要给我一些私人空间的。所以就是呼吁大家理智追星，不光是我们的，或者是追别人的，就是最起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好吧？可能我现在，就粉丝们比较热情，也比较喜欢我，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理智，然后能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然后我们也互相尊重。
对，有遇到韩国的粉丝，他们用中国话跟我表白说：“哎呀，金玉，我喜欢你，娶我呀，什么什么，我爱你啊。”对，不光韩国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泰国的呀、越南的呀，对呀，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我妈妈后来，我也不知道谁教的，给她申请了个微博，然后我妈现在跟我就是我们两个母子之间这个关系换过来了。以前是我吃饭，我玩手机，我妈说你的手机能不能放下一会儿啊，吃会儿饭啊。现在是每天我妈炒菜也翻手机，吃饭也翻手机，干完了翻。我说妈，你能不能手机放一会儿？我说你别看了好不好？我说你一年看我这么几次，你跟我聊聊天好不好？对我妈变成手机控了，然后。其实我不是很支持我妈去一直翻微博，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我工作上的事儿嘛。我不是不希望家人介入啊，我是因为如果都是夸我的，都是夸你儿子帅，你妈妈你长得美，这还好，妈妈看了也开心。如果遇到骂我的呢，黄景瑜长得真丑，妈你怎么生出这样的孩子？那你说我妈是什么心情啊？那当时我想我妈可能心情不会很好，所以我就是说妈妈，我说咱们还是尽量的少看这些东西。然后会有很多人会，发一些私信啊，或者我妈妈会搜一些新闻，然后我妈妈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告诉我应该如何跟这些周围的人相处。用我妈的观点，可能她有时候会有些觉得我态度不好啊，觉得我说话说的不对啊，我妈都会告诉我。其实我没什么压力，我主要是怕我家人看见。我对这些不好的评论的想法有几种啊，有一些不好的评论，我是觉得说的有点道理啊，说的挺对的。然后有一些我就觉得就是完全没道理，就是拉着我身边的人都一起给骂了。我觉得这是骂我就骂我嘛，这是十分不道德的。然后其实这事对我没什么压力，我看了之后我也不会有什么负面情绪。有些东西我现在当看故事了，还有一些东西像镜子一样，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也是好事。宣泄压力主要是运动啊，然后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去宣泄的人，我不会去什么像有的人说我要冲大海大叫，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出去狂奔什么，我都没有。我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可能是自己慢慢消化吧。然后分析一下这些事儿，然后慢慢吸收，让自己慢慢成长。对，我不是很会宣泄压力的。我在雨里狂奔这事儿，我不是在雨里发泄，我是感觉很刺激，因为很少有见。那次我是见到一场真的是超级大的雨，那个雨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汽车雨刷开到最快还是看不清路，就雨特别大，而且我下车。打着伞，我下车打开伞的过程身上就已经湿了，那雨特别大，然后我就感觉特别爽，又打雷又闪电天上，我就感觉超级爽。然后我就把东西放到家里之后，我就出去狂奔了一圈，真的，我就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我其实吧，我还是一个比较整洁的人，我是看不得东西太乱，就是。也不是说特别爱整理，我不是洁癖啊，每天拿个抹布在家里走到哪擦到哪。我是有时比如说收箱子啊，然后收箱子，我箱子里永远都是特别平整的，每件衣服叠得很整齐的。因为箱子你整天出差不叠整齐的出来就皱了，你要重新熨。然后我就很懒，所以我就是尽量把箱子理整齐。家里其实还好，家里我是一种不规则的整洁，我会把东西摆得到处都是，但是你看得出来它是一种想过的、思考过的摆放的方式。我是那时候要搬家，然后我就把家里的东西，就是穿的不穿的，我就留出了几件特别舍不得送人的，我留下了，然后剩下的衣服全都给捐走了。我跟朋友要了几个那个这种灾区的地址。然后我上微博搜，我搜到微博上有一个，我一搜什么捐助，就跳出来一个人，他粉丝很多。我发私信他，我说最近哪里需要收衣服啊？我说我想捐衣服，结果他2月都没回我。然后我就问了朋友一些地址，然后
就把家里的东西整理到邮政局嘛。到邮政局之后，我其实也不是故事，我觉得这特别繁琐，什么东西我要自己出来点件儿，我又要自己去粘箱子，我要自己写，下面还要自己称。我想是什么事都我干了，我付那钱干嘛呀？因为不是故事，就是这么个经历。捐的我到最后家里，我以为天气热了不会穿到厚衣服了，我都给捐掉了。结果下雨天我就我套了3件 T 恤在身上出门。做饭不是特别会，但是普通的一些菜我都能烧得来。那我第一次开火用锅烧饭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小学放暑假，我在家我自己煮方便面。一开始泡方便面，但是泡完我总觉得泡的方便面的味道不如煮的好吃，所以我开始学煮方便面。然后我煮方便面又加了很多调料，什么料酒啊，什么13香啊，鸡蛋香。我煮方便面是什么都往里放，咸菜啊，然后圆葱啊，就什么东西都往里放，煮出来有很大一碗面。然后慢慢煮到好吃了，真的好吃了。煮到后来又发现。总煮方便面就没什么劲，后来我又开始炒方便面，但是炒方便面，哎呦好饿，炒方便面其实特别好吃了。但是再到后来就改炒饭，自己家炒饭，但是一开始总炒糊，慢慢练嘛，炒饭炒的也不错。到后来，再最后总吃炒饭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吧？得有点菜，也开始炒鸡蛋。一般人开始做菜都是从炒鸡蛋开始了吧？对，炒鸡蛋，然后慢慢往里加西红柿啊，加酱油啊，然后后来想吃肉了，开始往里炒肉，然后后来也算是能独当一面吧。如果家来朋友，哪怕是烧个鱼、烧个排骨，然后是炒饭啊、煲汤啊，这些我都可以做。鸡汤啊、鱼汤啊都可以。而且我煲汤是不放任何调料的，不放什么盐啊、味精啊，就是用很长时间5-6个小时给煲出来的汤。我觉得我煮的虾最好吃，煮海鲜，因为我家里很多海鲜嘛，很多贝壳类，我特别爱吃，然后我自己也会经常煮。其实我更爱吃生的，我家那边小时候吃的什么螃蟹啊，然后就蚬子啊，都是生着吃的，我特别爱吃生的。腌海鲜产品，酱我不太会，那些酱蟹我不会做，但是普通的腌制我就是也不像腌制，就拌一下。就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吃那个泥螺，你们知道泥螺是什么吗？泥螺，我那边泥螺很大，然后我又很喜欢生吃，生吃怎么办呢？我们先需要往里放一些酒，先杀它的味道。然后放一些蒜、姜、葱、料酒，然后加白醋、加辣油、加白糖，然后就拌，大概放到冰箱里，大概让它冰个2个钟头，味道就吸进去了嘛。然后，但是泥螺它有很多泥，我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来。吃泥螺你要嘴咬住一头，然后用筷子勒着那个泥螺往下顺，就把泥呀、壳啊全带掉。我再教你们一个怎么吃那个皮皮虾啊，怎么能把那个有2个方法，一个是把两边的那个接口剪掉，一撕就开了；还有一个就是把它的尾巴剪掉，然后把它下面的腿都撕掉，然后一扯就是一块完整的肉。大家可能是通过网络上或者一些影视作品来认识我，但是我不会止步于这些。我个人是希望有一些更优秀的作品，然后以后可以给观众还有粉丝们带来更多好的，比如说电影、电视剧啊，或者歌曲啊，然后来呈现给大家。节目组给我这些标签儿，男友力可以不撕，对吧？硬汉也不用撕。阳光小爷是一个什么意思啊？啊，就阳光啊，那也可以不撕。然后鲜肉这个我不是很认可，因为鲜肉这个真的撕得掉是吧？撕掉后面不会有个大鲜肉吧？
鲜肉我要给撕掉，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不是个鲜肉，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从小我就一直没把自己当成一个说比较嫩啊、比较软的男孩子。因为我以前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我还跟我朋友聊过这个事儿。我跟我朋友说，我说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那种杰森斯坦森这种风格的啊。然后我朋友说你想太多，完全不像好不好？但是这也说明就是虽然我外表可能是没有那么硬朗，也蛮硬朗，其实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爷们儿啊，比较男人的梦。也不是梦，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对，我还是比较爷们儿的，所以鲜肉不要。身材棒，这个可以撕一半，因为现在有点胖了。虎牙萌不用撕，因为虎牙是我的一个特点嘛。我也蛮喜欢我的虎牙的，虽然有点硌嘴。暖男的定义是什么呢？体温比较高吧，那我暖男，所以现在到最后这个最大的爆款男神，爆款男神撕还是不撕？我觉得男神可以留下，爆款实在是不适合我，这个太重了，我扛不住。好吧，我把男神留下，这个。好，爆款男神我准备撕掉一半，我留下男神这一部分，因为男神我觉得爆款我觉得我还是担不起，没有爆款，我是限量版男神。好，下面是节目通过微博向网友征集的一些问题啊。这些数字越大，然后后面的礼物数就越大。同时，节目组也会送出相应的礼物，所以我选6。下面是请现场自由发挥，笑不露齿，笑得苍凉，邪恶的笑，皮笑肉不笑，苦笑生无可恋的笑。自由发挥，笑不露齿，好难啊，我觉得。笑不露齿，那个笑不露齿就是正点照，笑不露齿，笑得苍凉是怎么笑？什么叫笑得苍凉啊？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啊，这是笑得苍凉吗？邪恶的笑，皮笑肉不笑，苦笑，我希望我人生中没有什么苦笑。有人先生，你多久没喝野酒？你现在的生活开心吗？理想型为啥一直变来变去？这样子的话，粉丝整容都赶不上。多久没喝野酒了？没有很久啊，我可能没在马路上喝，但是我可能平时自己会稍微喝一点啊，这个不用担心。现在生活开心嘛？开心吧，也有很开心的时候，当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嘛。但总的来说还是开心的。理想型为啥一直变来变去？我理想型没有变啊，我理想型只是在叠加那个标准啊，对不对？理想型最基本的还是那些，只是后面我可能某天突然想到每个更好的那个词，我就添上去。这样子的话，粉丝整容都赶不上了，那就不整吧。好，那我们看下一题。
好，我想知道景瑜对黄景瑜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无法亲吻自己帅气的脸庞的看法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你说的对，太遗憾了，我只能没事亲亲自己照片。就是很开心来到这个优酷全明星，明星这2个字，对，很开心来到这里，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从小到大的一部分经历，很开心吧？你们开心吗？开心。你们开心我就开心，好不好？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了解我。好，那我就谢谢这个优酷，谢谢全明星，谢谢大家。